所以这场比赛的话，我们看到微博把首发又调回来，听乐再次首发，这样的固定的冠军5人组，深圳 DYG 回归到 S 组的这第一站，含金量拉满。究竟 DYG 现在在 S 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实力、什么样的状态？北京微博是最好的对手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 BO5的第一局，深圳 DYG 在蓝色方，蓝方胜率75%，微博在红色方胜率是66%，胜率都是奇高无比。一上来，深圳 DYG 选择搬掉女娲和沈梦溪，这并非是一个常规班，这个是完全针对听乐的班啊。然后微博的话，则是搬掉了盾山加上空空儿。这一楼放出来的东西有鲁班大师，对，看深圳 DYG 拿不拿？拿的话，微博就是要考虑狄仁杰加元辅，或者是敖影加老虎。我们昨天的比赛是不是看到了一把，就像 DYG 现在这个选择，就是你放归你放，我一手敖影化解全部。是的，就有点像去年我们看到的一抢公孙离的那个板子。敖影现在就是我搭这3个英雄也能搭，我打这3个英雄也能打。对，好像变得就很全面了。而且你在反制位上的话，你在射手位能够选择的英雄，好像跟鲁班大师都不是很好搭。那微博鲁班大师出来就接，反正他的鲁班大师在微博体系当中是一个开端点。对，原射。很少见，如果原射拿了，后面就出不了暖阳的原坦了。这个赛季的第一把原射锁了，他现在在原坦原辅的优先级是最高的，然后原射就是排在最后了，对吧？原法就基本看不见了。原射这个英雄强的是他的一个中后期消耗，消耗下血量能力特别厉害。但是他提前在这个位置把原射亮出来的话，确实是有点难以琢磨。难道是他们研究出原射跟敖影的对位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可以观察一下啊，我觉得还是很有说法。这个英雄，反正我现在打排位打巅峰赛，原射出场率特别高。他肯定是有他的长处嘛，他的长处就是我的1-3很长很远啊。DYG 的话，反手就是来了一手裴擒虎加上真姬加敖影，现在出的也很少了这个组合，因为太后期了。靠老虎一个人去撑。微博则是一个杨戬加上鲁班大师的组合，这个组合的话。中期打进攻挺强的，就杨戬打野的话，在之前就是去年1整年的比赛里面，其实我们是只看到暖阳拿出来过4次。然后这个赛季的话，因为暖阳拿的英雄实在太多了，就是站在打野的位置角度的话，你是比较难以 counter 他的。所以他这个杨戬是在本赛季的第2把拿，但是他杨戬配鲁班大师，我们在其他很多队伍的手中都看到过的，就是你一技能进去之后，鲁班大师可以给猎人把你接出来，大大提升了杨戬进场之后可以推出来的一个问题。对，然后这赛季一共使用了14个不同的英雄，他在20局的比赛里面拿了14个英雄。后续的班位的话，微博是搬掉了关羽、张飞加上墨子，而 DYG 的话则是把矛头继续指向中路，听乐已经5班加上真姬6班，这是 BO5的第一把。算一下，这把的中路安琪拉、海诺、小乔，还有这3个可以比较适配的。狂铁加上杨戬，那这把北京微博的目标就很明确了，就是我的上中野，我可以把它顶得特别猛，然后前期打进去，打到 DYG 的野区，欺负你这套阵容，就是中路和射手的2个前期弱势点，然后把游戏节奏滚起来之后，围绕着这个原射的双扫去打推进、打平推。孙膑加白起，这个阵容。DYG 很弱，就他拿的很弱，很后期，很弱。但是到了后期之后，很强，见一个开一个。我记得前2天我们还在聊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白起现在不断的热度提高，梯队提高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也会带着孙膑上来？是的。那果不其然，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，大大加强了一个白起的开团能力。他们这个就是孙膑给2技能，然后往前丢沉默，白起接一个大闪。这是本赛季孙膑出场的第一把。最终微博是给听乐选到了一手小乔，也是一个前期在中路对线容易拿优势的英雄，跟鲁班大师也可以打出很强的 combo 链。微博的阵容整体上看下来，他从对线期然后到前期抱团的伤害来讲，都要比深圳 DYG 更高。对，其实今天 DYG 他这样去搬的话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估计啊，一方面是因为。确实听乐的这个中轴的节奏很重要，然后他需要去针对一下他的节奏英雄。你可以看到他搬的这些英雄，要么就是强对抗的，要么就是强中轴线权的。
不知火舞和沈梦溪都是强对抗的，然后嬴政加上干将加上沈梦溪这个点也都是强中轴对抗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听乐的招牌女娲，这个不用讲了。但是听乐在去年一整年的英雄池啊，我刚刚数了一下，跟暖阳是完全相同，拿了22个中单。也就是讲，你其实对于这名选手，你想要通过班位去针对我觉得比较难。而且听乐是最早拿出小乔的那一批人，对，所以他还是会有英雄可以拿。他甚至这一场比赛的话，他还有个王昭君没有出嘛，是的，对吧？所以在中轴上，我看看 DYG 这一把比赛的这样搬的话，会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？如果效果不是很好的话，可能他下一局比赛就不会这么搬了。我觉得主要就看 DYG 他这个选位啊，选位选的都是阵容去做后期的，对，跟他们平时打的不一样。平时喜欢去打一些前期强势阵容去打进攻的。但是你要是这么想，你这局比赛如果他赢了，他赚麻了。是不是？道理是这个道理。他如果拖到了后期，他是不是赚麻？你说他孙膑去换鲁班大师很赚吧？对，他孙膑这局比赛带了个进化嘛，就是防你开我。但是如果你就是面对这种情况，如果鲁班大师上去开他了，他孙膑化解了，回头给个大招反手，白起接控，真机接大，你说这鲁班大师进来就有进无退。他是想要看看能不能做出这种画面的，得看前期能不能稳住局势啊。前期稳不住局势，他们的伤害会不足。但是这个版本看到如此后期的阵容，这个裴擒虎的野区，我们都会比较担心，因为他面对到的是杨戬、狂铁、小乔这种前期都是强对抗的英雄。这把老虎会不会做红莲斗篷？大红刀加红莲，加强一下前期对抗，做个肉。这把对于小仙的要求比较高啊，他一定要把野区给他稳住，然后拖住这个阵容，拖到阵容项羽真机的成型，千城敖影的成型，甚至他先要拖到小乐白起到8级，是不是？先拖到这个点，然后小乐这把的话，看到对面这个阵容，应该也会选择先出红莲，要不然他确实比较难打。又是杨戬，又是狂铁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比武的第一局。蓝色方是 DYG， 红色方北京微博，我是小瓶子，我是解如黄超。比赛开始，全军出击。这个版本很少看到杨戬会一上来去跟裴擒虎抢中路的第一波线权，就是因为你中轴挂的这个真机，所以杨戬直接跟小乔过来抢中了。对的，他这样的话也是确保自己小乔如果在1打2的情况下就是进入劣势，那他自己就打一个2打2，可以稳拿线权。对，下路的话，九星跟小麦是控到了红隼，孙膑加敖影还是太弱了，勾过来转一下。白起上路保自家的野怪还是比较好保的。真机回中了，那上路这个空间之灵，北京微博可以轻松拿下。哎，小乐想勾一下2级的勾，没勾到，把狂铁勾过来。试一下，不是肯定没有机会，试试才有机会。这也是小乐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把白起。小乐这个赛季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，尤其是他的团战能力，他的团战开团和拆火都是顶尖的。这不第一把就给他来了个开团型的白起。子墨的狂铁，子墨的狂铁去年一整年看完了之后，都会对他的狂铁非常认可的。甚至有一段时间，我看他们去打一些平台赛，都是会选择给子墨的狂铁1抢。当时我们在北京说的那个比赛就是。二话不说，因为那个比赛它不是全局 BP。而且主要狂铁这个点的话是现在 T0的一个边路，前期能打优势，然后中后期团战也厉害。对，关键还适配于暖阳出野核英雄。暖阳这把杨戬应该也是一个裸出大红刀。这把杨戬面对到 DYG 这个阵容，他前期稍微输出一点没什么关系，因为 DYG 现在这个阵容前期其实控他的话有点控不住。是的，
他只要控好自己的韧性就行了。 DYG 这个阵容前期想杀这杨戬，说实话也挺难的。这波上去直接动手，先拉白起，杨戬跟过来，然后触发法定相机打了一波小鹿的状态，但是并没有逼出闪。下路先城的位置很难受，被连控，被控到动弹不得。 身上没有抵抗之缺，这波有点贪了，感觉他看到小乔的那一刻可以直接交大了，第一时间没想着交，想要走位躲一下小乔的吹风。是，但是那个位置拦过来的话，他横竖都得把这个大交掉的。而且他那个阶段，他如果不死交那个大的话，他4分钟龙潭大能好。来看下这波，这波小乔是大招加个移速，这个时候就能交了。 被控死了，但他还贪了个龙魂，贪了个龙魂导致了自己没办法交出大招。下路又开了一波，直接动手秒掉了项羽。杨戬这个一技能没有命中，要不然能够狗过去再杀裴擒虎的。真姬也没招，前期对抗强度真的 DYG 太低了。前期全是微博的节奏，都是他们这套阵容能找的节奏。是的 ，DYG 要避战的。微博这边开团手比较多，中野辅全都能开团。 DYG 只能等白起，这2波打完，人头还都是给双 C 拿到的。小乔一个源流质子射手一个，龙拿完再点个链子，想要进红，点进来，暖阳正好留了手惩击，对，然后法定相机也触发，最后这个红 buff 也反掉了，反完就走，只打资源，不恋战。 在吃中线，小乔在下给压力。来看一下本局比赛的实时预测情况，只有4位看好了深圳 DYG 的阵容，22位看好了北京微博。DYG 这个阵容确实很老派，和当前版本的话不是非常契合，但是我们也必须认可这套阵容它的后期能力。我们只需要观察他们能不能拖住。是，这波野区小轩2个 buff 已经全都没了。 再等下一波野区刷新的时候，深圳 DYG 他可能还要面临防御塔被破的一个风险。小乐还是选择了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黄盾的白起。黄盾白起的话，就是团战能力特别强。然后小轩这边的话，大红刀之后是准备做肉了。对，一个布甲，一个红玛瑙。看样子第一件事要做红莲斗篷的。然后暖阳的话是先把暗影战符做出来了，先暗影战符，然后和保证打架，保证打架能力。对，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补肉装。 先出了一个手热之铠，看来后面是大腰带还是做一个斗篷？其实站在杨戬的角度的话，他前期出输出一点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对于他韧性的把控就要求比较高了。拉回来，小乔接2技能接1，白起还是肉的白起。下路小麦一直带完了，然后交3技能去消耗。红 buff 已经反完了，这是进来的第2波野区。接下来看下一个蓝 buff，目前的野区已经完全的错开了，这个野区的刷新时间刚好跟北京微博的野区完美隔开，也就意味着微博拿完自己的野就可以进红，红进完了之后就可以进蓝，然后进入一个循环，形成正方形打野。对。 杨戬过来，但这波杨戬是没有被动韧性条的，然后紧接着被集火，2技能挥一下，看能不能扛得住一点，扛不住了。这波就是没有韧性所致，被白起基本上炒满了。而且少一段触发法天象地，如果触发法天象地的话，还能够加一下血量。对。这波打掉暖阳的这个点，接下来就是 DYG 可以和平拖一波的时间。 下路老虎可以带一波，但是塔推不掉。甚至说 DYG 他已经可以开始抱团了，可以开始开人了，让老虎出去分带就行了。老虎这个阵容出去分带的话，微博是抓不到他的。这时候孙膑和白起差不多就会一直在中轴这里，跟真姬3人联动多一点。站在微博的视角，如果 DYG 他打131，中路是可以考虑冲一下的。 可能会冲不到，但是确保这个防御塔能不能拔掉。是的，暖阳这波韧性是够的，快满的，可以过来打进攻。法定相地出发了，那必须得强行打，不打的话法定相地结束了。那这个红区 ，DYG 是可以考虑看到杨戬直接开他的，黄铁先到前面来顶住孙膑给大招，
往回撤，鲁班纳斯这一波的开团开的并不好，白起回头反开，然后二技能勾回来，一波激活，白起转一下，最终是换掉了鲁班纳斯。1换1，但是红反了也行啊，毕竟使的是辅助。但这么打其实 DYG 是很容易接受的。对他们这个阵容巴不得微博每波打下来跟 DYG 有一个1换1，就算掉个 buff 也无伤大雅。他这波红区他掉个人，他蓝区就不好进了。是的。 这样 DYG 就有机会可以拖到他们的后期了。其实现在急的不是 DYG 这个1塔坚固的很。微博的话，他想的就是我前面这2波没打好没关系，后面还有10分钟的龙团，10分钟龙团去跟你拼一个。那个时候微博有个3000到4000的经济优势，跟 DYG 去打一下，拼到龙，那加强一波战斗力，微博就可以继续压着 DYG 打。看视野控制情况，符合阵容。对，2片野区都有渗透。只是连续进了2波野区的第2波进蓝被打回来，然后微博在第3波进红，然后又被打了个1换1，导致第3波的蓝区就没法进了。可是现在依旧是微博站正面，去尝试跟 DYG 打架的。下路这波护着老虎运了一波线，推了个防御塔。当时杨戬想蹲一下包一下，然后让狂点过来看有没有机会，但老虎还是太灵活了。对，他们拿老虎带线是没办法的。 然后以至于这一波也没有办法再进到 DYG 的红区。是的，微博要先派人去做一下上线，做上线准备打30秒后的黑暗暴君。杨戬这波时候把连翔击的上去，直接开白起，拉回来之后接一波 combo， 看能不能秒掉白起交。麦上面想走走不了，被杨戬的第2段1技能给秒了。这波是卡着白起闪现还有3秒钟的一波时间。 这波小乐没有做好避战，他还想过去在河道位置挤这个视野，其实没有必要了。对的，他想要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下蓝区的位置协防，给一点前端视野。但是刚刚9星开他的时候，他如果想活命，只能交大闪跑路。但他没交。老虎这波也没招，下路带了波线，被杨戬和小乔给抓了。被小乔开到就没法走了。那这条龙，北京微博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。 本身在10分钟，我感觉这个龙他也打不过。10分钟那波正常打 DYG 就是要跟微博拉扯一下，让真机消耗。现在是连消耗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对，在龙前就已经掉了个对抗，又掉了个打野。这机会不给鲁班纳斯，又来贴脸跳上去，拉到了项羽，直接秒掉，然后直接往塔后冲，又击杀掉了白起。杨戬1技能打出了敖影的大招，这波开团非常霸道啊！9星。 中路连拔2塔，这2波10分钟龙团的碰撞，微博经济差拉到了7000块 ，DYG 有点要拖不住了。下路带着兵线进来，也守不了线啊，就进入到了微博阵容的舒服画面，又过来开到了小轩，是小乔的2技能吹到了。正面双前排顶着，鲁班纳斯在后方刮链子，然后袁绍直接交出133上去消耗。 再消耗一套，鲁班纳斯跳上去把人赶走，想把兵线运进去杀死比赛。白起这波出来之后直接被融化，鲁班纳斯又跳脸，给一个回头拉出来了孙膑，孙膑根本扛不住，直接被秒掉，一波迅速的终结比赛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这深圳 DYG 的阵容还是太后期了，主要是他们没有在10分钟的那个时候止损啊，其实那个时间点可以不做对抗的。对。 那个时候稳一稳，人只要齐一点，就跟微博慢慢拉扯，还是可以